我们注意到，近日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引发广泛关注。据称，美驻乌使馆已紧急删除涉及实验室的信息。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近期，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确实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据报道，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俄罗斯还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乌克兰有26个生物实验室，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乌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存储在这些实验室，所有的研究活动都由美方主导，未经美方许可，任何信息都不得公开。当前形势下，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确保这些实验室的安全，尤其是美国作为最了解这些实验室的一方，应尽快公布相关具体情况，包括存储了哪些病毒，开展了哪些研究。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国防部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等名义，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对，336，你没有听错。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活动。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具体干了什么？国际社会一直有疑虑，美国始终敷衍了事，甚至把国际社会提出质疑说成是散布虚假信息。不仅如此，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挠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拒绝接受对其境内外生物设施的核查，这进一步加重了国际社会的关切。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早就有严重关切。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在境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1、2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把国际社会的关切说成是虚假信息，更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美国确实遵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什么20年来美国独家反对建立多边核查机制？美方既然提到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那么为什么不顺便告诉全世界，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美国尽快完成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但令人遗憾和关切的是，美国库存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已经2次逾期。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当前形势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确保相关实验室的安全。我们也再次敦促美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同时尽快完成其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至于你说的我提到的有关数字的来源是哪里，我昨天提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说了，这都是美方自己公布的数字。